次拍卖，两本那么厚，又那么重，哦，气球都压得破。这什么拍卖啊？香港 SBP 啊。大家好，我是周迪，今天来总结一下2022年这次香港10月份 SBP 的拍卖吧。Jesus， 声音越来越哑。拍卖成交价是美金加上了20%的拍卖佣金的价格，我这次转换人民币乘上了7.2。要注意的是这个是买家最终支付的价格，不是卖家拿到手的价格。也就是比方成交1万嘛，买家要支付12000，而出品方卖家收到的钱还要1万块扣掉佣金，所以是低于1万的。OK， 这次拍卖有分2本书一本是瑰宝之夜，也是收纳比较精品的钱币啦。我就挑几个讲啦。OK， 第一枚51001安徽 ASTC 高4版7.2分。2个月前的8月陈轩拍卖上有3枚的成交记录上有点怪怪的。P 盒的63分成交了64万人民币，2枚62的居然分别成交70万和90万，所以这枚63分的能拍到约90万人民币，应该算不错的行情啦。我在想可能是基柱银币的第一枚拍品吧。接下来21003是一枚安徽大花7.2分 PCGS AU58， 成交了35万人民币。近期的2个月的拍卖行情55的39万，61分的45万，所以拍卖这枚是 AU58分，应该是介于55到61之间，所以成交35万是略低啦。51005北洋机器局23年1元圆眼龙 PCGS AU58， 成交约26万。今年6、7月份刚好还有同分数的2枚58，成交在23万，不确定有没有加佣金啦。如果没加佣金23万，那就跟这枚差不多价格啦。所以比较高档一点点的品种有些品种是没有跌价的，与过去成交价有差异只能说拍卖上成交有高有低啦。或许有些钱币当时拍高了一些而已，不过只要在合理范围都不算跌价啦。我挑着看好了。北洋龙我再挑一个51012北洋34年 PCGS MS62， 成交约14万多人民币。今年的7月份大概61的是5万，然后62的是差不多8万，那这枚是62的，成交14万。以这个弧度这品种应该说涨了快1倍。这枚从照片上可以看到老成舒服的五彩包浆算得上是正宗的五彩包浆，包浆确实难得啦。好的包浆就是行情不到1倍的价格。下一枚51013一样是62的北洋币，成交5万人民币，比刚刚说的7月份行情62 8万多少了3万。照片上看上去能看到蜡笔包浆的迹象，跟刚刚上一枚相比刚好是2个极端的状态。一个状态好比行情多快1倍的价格，这枚状态差的62价格上却是比行情少了快1倍大概3-4成吧。这2枚币是一个经典的范例外行人可能会说，同样的东西上1分钟成交14万，下1分钟剩5万，银元1分钟跌2倍那可能是没看周弟的影片吧。其实是状态不同甚至还有高频与低频都会决定价格的不同。而这个差价居然如此之大，以前顶多相差3-4成吧，现在是几倍的差价，符合之前我认为钱币行情好的币会越贵，容易被换藏的币，状态差的币价格上就不动。我好像是在会员影片分享过这个观点有一些比较我个人主观的想法的影片，我会放在 YouTube 的会员影片，有兴趣的可以加入一下，1个月30块钱，不影响生活，然后又能赞助到周底。 OK， 51018跟51019奉天25年分别2个版，带圈的是 PCGS 40，没带圈的是 NGC 45。这2枚来看 PCGS 跟 NGC 2家的比较，去年年底有圈40分的行情是36万，45分的在66万，去年行情最高的时段。这次有圈的40分成交了20万，这枚 P 盒的白白的
划痕也很多，所以跌价了不少啊，大概40%。去年10月份成交一枚 PCGS 53分的67万，这枚 NGC XF45 差了2分的等级，成交23万人民币，所以以这个弧度啊，算得上是没下跌啦，在行情水准之上。虽然这枚是 NGC， 但行情表现不差于上一枚的 PCGS， 主要就是这枚包浆算好看的，所以 NGC 有好的包浆也能站上行情价。好的钱币啊，跟鉴定公司也没什么关系啊，主要还是看它钱币本身的状态。很多人会说 NGC 的价格相差 PCGS 2个分数嘛，也就是说 PCGS 61的价格相当于 NGC 63的价格，不过也不是绝对的。状态好的钱币哪怕在 NGC 里也能拍得很好的价格。21023 PCGS MS 65分的湖南省县1元成交约67万。今年5月份 SBP 有一枚 NGC 65的成交美金12万，约68万人民币。这半年下跌了2成，原因应该是8月份承宣宏盛拍卖连续出现了3枚批核65分，分别成交98万、105万、89万人民币，可能是连续出现的频率过高吧，这枚成交了67万人民币。51031湖北双龙大字 NGC MS 62成交约180万人民币。8月份承宣有一枚 PCGS 63分的成交470万人民币，这枚是62分少了1分嘛，又是 NGC， 所以少了一半的价格。51032大头甘肃家字 PCGS VF35 成交约33万人民币。7月份有一枚一样的分数的甘肃家字啊，成交63万人民币，也有一枚成交80多万。只要是 XF 有分的啊，都要过100万，然后 VF 的大概都是70-80万，现在 VF 只剩下30万。这个品种下跌的可惨了，我只能说之前成交的比较有点不理智吧，所以导致这枚的下跌。OK， 51037 17年甘肃 NGC XF45 成交了约33万人民币。8月份 PCGS XF45 分成交了97万，6月份 VF35 分啊成交71万。过去甘肃家字5万的时候啊，17年甘肃也都要12甚至15万人民币。今年大头甘肃家字居然都被炒到比17年甘肃来得高啊，这怎么算都不合理的吧？所以刚刚说的大跌啊，我倒是觉得这2个品种被炒太高了，这次算是个大回调而已。51038江南己亥7/2分老龙 PCGS AU50 成交约26万人民币。6月份一枚53分的57万人民币。8月份一枚58分的成交已经跌到了剩39万。这枚50分啊，以成交比例来看，与8月份行情差不多了。主要过去53分57万有点太高了吧，毕竟是老龙，而且好品相的还是能出现啊。如果是己亥新龙版，那就少得很多很多。51059广东光绪7/2喜顿版 PCGS MS 64加成交约60万人民币。这枚当时我看到写着冠军分时啊，其实我心里是犹豫了一下，因为我印象中广东喜顿版好像有66分才对。过去我自己都买过一枚裸币喜顿版，评级后还得到64分呢，所以喜顿版好品相的还算见得到啦，怎么会随便一枚64加的就是冠军分了？所以当下我就查了 PCGS 评级数据，查看后啊，发现这枚是普通版的广东啦，下面一排是喜顿版。2枚币分数比较一下会发现啊，单纯以评级总数量来看，喜顿版是比普通版少了，意味着普通品相的喜顿版会比较贵啦。当品相来到了61、62、63啊，价格上就会比较平起平坐。可以发现喜顿版发行时啊，保存的都挺好的，反而普通版是大量流通于市面的嘛，所以能保持超过64分就相当的难得了。普通版到达64加的难易度的等级相当于喜顿版能到达66分的等级，所以这枚币是一枚有技术含量的收藏啦。8月份宏盛拍卖有一枚批核64分的，成交42万，而这枚64加成交60万，多个加号多出18万，没跌反而涨，就是因为我认为过去价格算在合理范围吧。
这个品种配上这个品相又是够难得，所以比较抗跌了。51068开始有一串的汽车币，我发现到全是 NGC 的，前几枚全是 AU 等级的汽车币啊。汽车币能上 AU 就很少了，这里有3枚 NGC AU 有分的，成交在30多万吧。上个月 PCGS AU 50成交63万人民币，所以我感觉汽车币好像2家公司评级标准有差距啊，不好说谁对谁错。不过肯定是其中一家对这个品种评得太严或者太松。最后有一枚 PCGS XF 40成交73万，一方面可能是 PCGS， 另一方面这枚是三叶草版。8月份宏盛三叶草的汽车币 PCGS VF 35成交70万，所以这品种也是有提前涨过多的局势吧。51085军政府 PCGS MS63成交约10万人民币，今年8月份陈轩一枚 P 可63的成交6万人民币，看来这枚是涨的哦。其实军政府对我来说要有 MS63 要比大头小头来得难很多啊。以四川军政府的评级数量总共有18000多枚嘛，看似很多对吧？但其实绝大多数量是落在普通品项附近，都有上千枚的数量，3000、9000的对吧？63分却100枚都不到啊。64分也才16枚，老实说军政府我还没卖过63分的，这绝对是被埋没很久的潜力股啊。51122大清丙午金币 NGC 62成交约233万人民币，去年10月份刚好有2枚金币嘛，分别是 PCGS 6162成交320万和400万，这次的是 NGC 62成交200多万。大家知道行情是2021年4月大涨的，而在这之前62的大清金币大概是130万到140万上下，到了2021年的大清金币突然3级跳，130万涨到400万，这是几倍的价，所以2021年的大涨大家才震惊到嘛，涨1-2成是很正常的，但几倍就不太对了。所以现在大清金币的行情低于2021年以前的130万是不太可能的啦。经过2021年、2022年的通膨涨到了200多万，应该来说这个价还是挺合理的。所以我看待钱币行情啊，就是2020年涨价前的行情，现在加个几成对我来说是再合理不过了。大清的银元我找一枚样币、一枚流通币来说好了，不然累死我了。51123大清中字1两 NGC 62成交170万人民币，去年陈轩12月有一枚 PCGS 62成交200万嘛，感觉没跌耶，尤其这枚还是 NGC 62嘛。我们来看涨价前啊，一枚 PCGS 63的中字成交了130万，现在一枚62的成交个170万，我感觉还是算合理范围了，而不是动不动就500-600万的那种倍数嘛。OK， 中央流通币造币总厂1元51131、51132这2枚很奇特啊，前者64成交的比后者63便宜，都是同样 PCGS 鉴定的，到底是谁会出更高价来买63分呢？尤其人家64分的在前面就先成交了呀，下一秒拍63分，居然有人会忘记上一件拍品才成交70多万，这一件呢还少了1分，出80多万买，是不是傻了？还是有人比金鱼的记忆还要更短暂呢？这幕后肯定有问题。于是我点开2个拍品，2张照片一对比啊，我就笑了。原来最大问题就在这个包浆了。老的包浆啊是20-30年才形成的颜色，白亮的银元啊，只要3秒钟往洗银水里一泡就变白了啊。一个是30年的等待啊，一个是3秒钟的糊涂啊。时间就是金钱嘛。2个月前陈轩一枚 PCGS 62的成交25万，这次63、64的70-80万。2020年没涨价前63的大概30万上下。这个涨幅还是能接受啦，至少不是那种100-200万。接下来3枚64的梨园红玳瑁
成交的价格差的相当的多啊。我先不拿 PCGS、NGC 比较，把它们盖住，现在没有人知道哪一枚是 PCGS， 哪一枚是 NGC。比较鉴定公司，这是外行人的行为了。我们单纯看钱币说话，反正都是64的。第一枚颜色很均匀，有老包浆的暗沉感，周围还带有一点环状的五彩，环状包浆已经是加分了，它还带有一点点的五彩。第二枚币呢，如果我没有色盲的话，我会判断为橘色，鲜艳的橘。鲜艳的亮色下，其实可以先判断为快速后仰的颜色，而且它有一些白色的点点，画面感觉上比较乱一点。第三枚这个包浆也不错啦，不赖，颜色暗沉，有点像放在信封纸里保存啊，然后在国外的干燥气候下养成的。很多人会看到这里不是也有白色点点吗？不过这种均匀的分布啊是舒服的啦。我们跟上一枚比较一下，分布的位置，一个是比较凌乱的，集中在中间，一个是比较均匀的，再来就是颜色没有这么的明亮，比较暗沉一点。不过我们再来拿第一枚与第三枚做个比较，明显发现第一枚给人的第一个印象还是它的干净，没比较没有伤害。第二枚有点凌乱，第三枚顶多就是老包浆且均匀，而第一枚呢不止均匀，它还干净。成交的顺序也是如此，第一枚币呢12万美金，第二枚5万多，第三枚10万美金。公布一下鉴定公司吧，分别是第一枚 PCGS， 剩下2枚是 NGC。 老实说第三枚我也很喜欢我不会因为不是 P 盒就对它不喜欢了。不过以第二枚的状态呢，就算入了 P 盒，我相信价格上也会差不多这个结果啦。只有新手会购买状态差的，但是入了 PCGS 有分的币。我直接总结一下这场 SBP 的拍卖给我的感受吧，我已经开始语无伦次了口干舌燥的。其实后面的行情价格都大同小异啦。我认为第一，行情确实是下跌很多啦，比起去年的下半年和今年的上半年来说不过有一种迹象就是慢慢的站稳了。一个钱币呢，如果在2020年没涨价之前是1万好了，现在买可能会是15000到17000，我估计这几年会慢慢调整到12000到13000，然后下一波的行情抄底就是会在13000的位置往上爆冲如果行情没有爆冲肯定会在那横盘很久啦。以2020年的行情为基准，比方1万的钱币2021年涨到了4-5万，然后今年回调的力度就会很大直接回弹到17000这一类的币可能就会说跌很厉害，但其实是去年涨太猛了，去年有点刻意炒作的品种就会下修好几倍这边补充一下，那些补涨的样币是另当别论因为样币嘛是补涨的，所以就不能用以上的观点去看。有些样币翻个2-3倍，我看应该是下不来了。第三，钱币本身的稀少程度配上好的品相分数，状态上也相当的完美，这一类的币还是不会便宜第四，包浆颜色的喜好程度慢慢有明显的差价了。很多人还只分有包浆跟没包浆2种的话会在行情的掌握上会有难度每一种包浆都有相对受欢迎的程度，可以去看我过去讲包浆的影片我相信包浆的好坏在未来的差价还会继续扩大好的，这次就差不多总结到这，我们下次见，拜拜。币藏那些事的 YouTube 会员专属影片已经开启了感谢大家多多利用。